钻戒被我甩出了窗外。当下熙然幡然醒悟，准备接受我的求婚时，失败了99次的我冷漠地终止了这一切。夏熙然的视若无睹，几乎耗尽了我所剩无几的勇气。而此时，独自一人送冷若里回到了宿舍楼下，我在风中轻声道谢。他的声音带着探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我策划好的冷漠在他面前试图藏匿，强颜欢笑后，只是淡淡点头，随即在漫天细雨中逃逸，如同逃离过往的记忆。走过校园的每一条道路，仿佛每一步的落点都能找到与他相连的牵绊。寂静的夜，我身旁缺了熟悉的身影，寒风裹着冷若里的担忧，却也掺着他的心疼。我知他心中有我，但他却不知我心中的沉重。我理解他的畏言，如同我理解一切美好的东西注定不属于我，比如始终如一的夏熙然。进入寝室，室友们的热闹让我微微感到温暖。学校粪坑炸了，不是室友煮螺蛳粉的肆无忌惮，氛围虽刺鼻，却也扑面而来的是生活的真实。螺蛳粉的味道阵阵，引起了室友们的争议。我回应他们调侃的同时，翻滚的胃里不觉泛起了酸涩。宿舍里，3位室友如常互相打趣，凯子的关心和老贺的鸡腿，还有小白哥的默默付出。我被这份情谊感动，仿佛之前所有冰冷冷漠的雨水都被这一刻的温情融化，心中狂野的寒风稍微余晖。而我经历了夏的无情，像是一次拒绝，一次重生。经过无数次的碰壁，我想，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。孤独不是一种不堪，它让我变得更加强大，也更加清醒。从此，夏熙然不再是我的夏夜星辰，而我江牧野终于从情感的沼泽里拔足而出，一步步踏实地走在未来的路上。直播间的热闹和操场上的观望，我都置之不理，而夏熙然的探寻重启了心底的波澜。当他在自习室前轴着不安的步伐逼近时，我却是沉浸在复习英语4级的章节中，仿佛全世界的喧甜与我无关。在他的急促和期盼面前，我却显得那样的冷静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我所做决定背后的坚毅。他的声音试探，眼神游离，我知道他已经在我的拒绝中迷失了方向，但我更清楚这是对彼此的解脱。夏熙然提到了那枚第2戒指，是爱情的枷锁，还是自由的钥匙？他伸出了手，那一刻仿佛他可以把握一切，却不知道真正的开始在于心意的坦诚，而不是演戏般的仪式。于是当我手一松，戒指扬空滑入夜幕，所有人的惊呼，所有人的不解，不过是我内心狂乱的写照。我向他宣告了最终的决断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解除这不合时宜的婚约，不是对他的惩罚，而是我给自己的自由。走出自习室，夜风吹拂，夏熙然的泪水和其伴随而来的悲伤弥漫在空气中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当爱转变为习惯，当关心成为理所当然，失去了的终将是珍惜。